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边缘理论，只有非主流人群才会认真对待。人类的绝大多数始终相信宗教，极少数自以为特别聪明的世俗人文主义者当中，有极少数曾经相信马克思主义，仅此而已。据我所知，冷战结束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很难凑钱维持同人杂志。当今绝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资金都在中国，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唯独在中国似乎没有衰落？答案当然是强制力和资金。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马克思著作，敢于断定他是优秀的杂文家和政论家，但其他方面都是杂凑起来的。他在广泛的政治和社会活动中以笔为批判的武器，配合武器的批判，因此并不重视前后连贯和体系建构。他的哲学是剪刀加江湖，没有个人独创的部分，而且剪贴的各部分并不协调。他的经济学偏离了最近100年的主流，变成一种民科亚文化。由于数学方面门槛的上升，他的门徒大概不可能回归学院的。马克思主义者残余的空间在文化批判方面，因为这里几乎没有任何专业门槛。我相信在苏联势力不及之处，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曾有过变成主流的机会。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得很重要、很伟大或者很邪恶，是因为他们对世界思想史缺乏了解。他们就像没有出过远门的乡下孩子，以为村里的老师非常伟大，其实这位老师只是落地秀才，在名流大儒的圈子里地位很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史。德国古典哲学是新教改革的直接继承者，从康德到黑格尔，实际上就是康德的哲学理论都是去掉上帝这个词的哲学。他对物质体这个概念的发明，其实本身就是为了填补新教神学给上帝留下的空缺。它是一种让步的方式进行推理的，就是我们不谈宗教和不宗教的问题，在不提宗教的情况下，建立一套逻辑体系，假如如何，假如如何如何，用这种方式把它体系建立起来，然后在它的体系当中，就可以在不直接提到跟中世纪传统以来的哲学家一样，他可以不提到第一原因、上帝或第一原因、真理源泉或者是认知源泉本身，一切理性所重出的上帝本身这个概念，然后直接展开他论证上帝留下的空缺，他用先验来填补，这就是先验主义的起源。先验主义在笛卡尔一派理性主义看的，实际上是改头换面的宗教神学的一个复辟，原因也就在这里。然后由康德开了这个头，经过古典哲学内在演化，其实海涅有一本书是专门谈的这个的，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书，就是讲这个演化，一步一步的演化到黑格尔，到这个地步，黑格尔的绝对理性之类的概念完全填补了上帝本身，玄学通过这种方式脱离了神学，变成一个可以独立运作的实体。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在哲学上是没有创新的，就是说是马克思的哲学和他其他学问一样，它是切片性的，因为等于说是德国古典哲学整个演进过程，他们的一系列思想家是一个替代上帝化的过程，就是把原先处在理论核心和作为发动机的上帝，在康德那里虚置下来，然后到黑格尔这就完全替换了，一步步走，最终实现了完全替换，就像是你换假牙一样，一颗一颗的换，最后满口牙都换成假牙了，最后所有的地方都把上帝的概念换掉了。到这一步，德国古典哲学在黑格尔这一代就完成了。所以完成什么意思？就是说你顺着原来的逻辑推演方式，你不可能进一步推演下去了。你如果还要在哲学方面推陈出新，再搞新的哲学，你已经不能依靠理性认知这些传统框架了。于是你必须跳到菲尔希特、谢林，最后是叔本华、尼采和伯格森那条路线上去。你脱离了自希腊以来哲学家传统、形而上学传统要依靠理性推演这个传统，跳到以感性为依据、以自然崇拜为依据、以心理为依据、以主观心理为依据这条道路上去。这些东西，例如像叔本华、尼采那套哲学，按照希腊的标准，那是不能算是哲学，算是心理学或者是文学还比较合理。这些东西又建议开出弗洛伊德、荣格那一套东西。按照希腊意义上那种哲学的话，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穷尽，实际上是到此为止的。存在主义那一系，海德格尔、萨特那一系，按照希腊标准来说都不能算是哲学。他在逻辑上穷尽的结果，一方面是在思想家领域产生这些人，另一方面是在政治家领域产生马克思。马克思是政治家，不是思想家。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全都是思想家，他们做事，他们的理论是根据思想内在的逻辑推演的，有什么实际对现实社会有什么效应，他们是毫无概念，而且根本不管的。
而马克思做法是相反的，他始终是一个政治家，他随着他从事政治活动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切片式的方式，东切一块，西切一块，从各种不同的理论上面切一块，构成一个圣诞礼品盒式的结构。圣诞礼品盒里面装着一只小兔子、一只小鸭子和一块蛋糕，三者没有任何联系，但是它们都是圣诞礼品。黑格尔的理论或者是康德的理论不是这样的，它是有内在理论的，像是一颗水仙花或者一个洋葱头长出了植物，它的上面的部分发和叶的部分跟底下根是连着的，无论你这个植物长得很大，像松树一样大，还是像是一根葱一样小，但是基本结构都是彼此连续的。而马克思不是这样的，他从黑格尔切了一个洋葱头，然后又从德国保守派的国民经济学家那里切了一片苹果，然后又从李嘉图和中世纪的劳动价值论那里切了一块梨，用这种方式拼凑起来他的体系。这几个体系之间是互不衔接的。然后因为他的政治活动涉及到全欧洲社会主义大联盟，而他希望由德国人来领导这个联盟，因此他不得不跟拉丁系的和斯拉夫系的其他社会主义发生冲突。这些社会主义在政治上社会主义者，但是思想源头上却跟他相差甚远，因此他又加了一些圣西门主义诸如此类东西和无政府主义的发生辩论，因此他的理论彼此之间是没有连贯性的。所有学过作为必修课学过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中学生和大学生，一般人说他们中间至少3%，如果不是95%的话，被马克思内在的混乱搞到精神错乱，或者是像是那种在小的时候被强迫吃了太多油和肉，在长大了一见到肉就恶心那种人样，或者是在像小时候被凶残的大人打屁股打的太多，这长大了就会引起一种条件反射式的畏缩，自己还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说是一旦涉及到任何思辨的东西，就像是挨了打的小兔子一样，逃到角落里面，用手抱着自己脑袋，闭着眼睛，这种态度，这就是被迫学了马克思主义，而且你不能质疑它的结果。极少数的人像我是那种胆子比较大的，稍微比较一下，你就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礼品盒和切片性质，它内在几个部分是互不协调的。如果你的知识面更广博一点，然后你能够看出这些互不协调部分，它们背后各有根。那一片梨的背后有一棵梨树的根，它长在苹果树完全不同的地方。苹果的背后有一个苹果树的根，洋葱头的背后有一个洋葱的根，它们各自长在不同的地方，而这些根都长在西方文化这个大花园里面。然后你就会渐渐明白，然后再把马克思本人的生平传记，他在一生的不同时期，例如他年轻时候作为青年黑格尔派，因为德国大学生当中学黑格尔是件挺时髦的事情，然后卷入1848年的革命，然后卷入跟自由派、激进派斗争这一系列政治生涯，最后在社会主义。全欧社会主义的论坛里面，跟其他各派的社会主义的富尊熊场，这个基本的个人人生的发展经历联系起来后，你就可以看出他不同时期制造出来的理论是干什么用的。他是一个高级杂文家。什么叫杂文家？他是鲁迅或者李敖这种人。今天尤清在竞选什么什么议员，他跟尤清很好，写一篇文章骂一骂国民党。明天他讨厌尤清呢，又反过来帮着国民党骂一骂你，都是短时效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翻译赋予性质的东西，短平快。你如果要让黑格尔或者康德去做这种事，那是要命的事情。他一生好不容易制造出一套理论体，已经好不行了，他不可能今天换赞成普鲁士国王，明天换成反对普鲁士国王。今天拿破仑来后，他说拿破仑是思想精神；明天拿破仑倒了，他就说威灵顿公爵是思想精神。这样的话，他是要死的。对于理论基础比较深厚的大人们，这是要死的。但是高级杂文家用是什么呢？他不能够像低级杂文家那样。拿破仑来了以后，我说拿破仑万岁；拿破仑倒的时候，我说威灵顿万岁，或者布鲁塞尔万岁，那太低级了。只讲一些时事，像李敖的杂文那样，看上去就觉得很无聊，都是些只有本地的谁某某大学校长或者是什么什么。今天你还敢称冒充自由主义者？我知道你当时在上中学或者上大学的时候，对你自己的朋友、老师之类的如何，还有你老婆是如何坏。我当时看你在中学生时代看李敖的杂文，就发现他后期杂文全都是这种东西。鲁迅的后期杂文也都是这种东西。梁启超，你还说你是自由主义者？看我来查一查，你过去翻译过什么书？你看你翻译错了，对不对？这跟他是自由主义有任何关系吗？好像没有。但是骂起来好像很有气势，那就对了。你翻译错了，所以你不是自由主义者，这好像也很有道理的样子。至少在他的读者看来是很有道理。杂文家就是这种搞法，所以他们是低级杂文家。高级杂文家像马克思这样，那就不是这样的。我如果说我要打击说德国的自由主义者真没出息，你们失败全都怪你自己，那么我要说
根据黑格尔的奥夫突变理论，咔嚓咔嚓，世界历史的自然展开到了这个阶段，而你们这些庸俗浅薄的小商人是看不出来的，或者你们这些蠢材呀，你们把英国自由主义者搞出来像绝对财产权、议会制这些东西看成是圣经一样的金科玉律。我来告诉你，我从德国保守派，但是我不说是德国保守派的，我说是我自己发明的。至少对他国民经济学理论证明你们是多么的幼稚和浅薄，浅薄呀浅薄，你们真是很浅薄。实质目的跟经济杂文家一样，但是看上去很有学术依据。这就是马克思一生的轨迹，他专门干这种高级杂文家的东西。最后，但是他自己，我们必须说，马克思主义这个东西不是马克思设计出来的。在他老年的时候，一批年轻的比他更没有学问，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问的高级杂文家，比他更没有学问，只懂社会运动，一点学问都没有的欧洲各国，特别是东欧的社会主义者，说世界上有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感到很惊讶，说世界上没有这种事情，因为在他看来，他只是打了很多场不同的战役而已，他并没有想要制造一种理论体系。但是后来那些人为了吃他的人血馒头，尽管他没有死，但是可以说是发挥他的剩余价值，在他死了以后继续利用他，就硬着头皮说，确实世界上有一种完整的马克思主义，而且这种马克思主义比黑格尔主义和德国古典主义更高明，硬着头皮把一些不连贯的东西连贯起来，然后后来就这样一路搞下去了。左派在思想上是浅薄的，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占据了一定的资源，因此不能说他们主事业的坏话，于是就这么硬头皮就干下去了。然后后来像陶丽亚迪或者葛兰西这些在左派方面有所建树的，在思想上真有所建树的，他们真的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大部分，只能顶多从马克思里皮后面掏一个洋葱头出来，拿这个洋葱头做这功夫养一个洋葱出来，其他部分很礼貌的假装他们并不存在，而且有很多部分要解释起来还是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的东西，我们假装看不见。这些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东西，我现在已经考证清楚了，是英国保守党那批怪人发明出来，用来打击自由党的。马克思为了打击自由派，说自由派、激进派多么的浅薄，把这些比自由派更反动的思想理论拿过来打他们，结果这些理论直到今天还是左派理论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我就不说了，我大体按照时间顺序一步一步说，马克思的理论是怎样形成的。首先，他在大学生时代是青年黑格派，是相信，就像黑格尔在年轻时候相信拿破仑代表的事件精神那样，他相信1848年革命，这时他其实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只是一个，照现在话说，他是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1848年革命将会摧毁反动的天主教会和反动的各君主国，使法兰西斯的共和理想开遍中欧，整个欧洲都建立成为有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共和国大家庭。我们德国人当然也应该这样。而且为了使他显得深刻一点，他说这是根据这一次他以后再也没有这么陈述过。这也是他没有说他自己推出来的，是根据黑格尔的哲学理论，从玄学角度来讲，像现在的弗朗西斯福山说的呀，自由民主体制是历史的终结，它是世界政治穷尽的内在可能性的结果。马克思当时说的话跟他差不多。根据黑格尔哲学来说，世界历史已经不可能有其他前途了，再差一步我们就走到这一步了。历史即将终结于法兰西斯的自由民主的全欧洲理想。你们之所以看不出来，是你们太笨了。我这个聪明人告诉你，这是历史必然性。我用黑格尔的玄学给你们推论过，事情只可能是这样，不可能是别的是这样。你们不听那是不对的，只能说明你们是傻瓜。这是他的论证了。但是最后，由于普鲁士王国内部的宪法斗争，脆弱的自由党贵出了内阁，被两边的势力一夹击就垮台了。然后，保守派执政以后，德国的政局走向相反的方向。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想要拥戴普鲁士国王加冕，让普鲁士国王去做德国的奥兰治亲王，推翻德国的斯图亚特家族，也就是维也纳的哈布斯堡家族。但是普鲁士在政局变化以后，普鲁士自由党这个垮台以后，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使得国民议会出来上不上下不下难堪局面，很快就垮台了。马克思这时候像我本人和很多坚决主张我老人家一贯正确，我不可能错。如果世界历史发生了变化，那一定不是我错，而是全世界都错的。伟大知识分子一样。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尽管其实我的战斗力还不如一个普通的容克地主，但是我一定要说我比他们要强大得多。世界历史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变化，并不是因为我遇到错了，而是出于更加深刻的原因。这个更加深刻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我错了，而是充当进步运动和革命运动主要领袖的人，你们太浅薄了。如果你像我一样深刻的话，你们本来早就应该看出，由于你们内在的浅薄，你们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们为什么内在浅薄呢？
当然是因为你们吸收了英国辉格党的那一套理论，而英国辉格党理论是很不深刻的。我告诉你们，我有一套更加深刻理论，这套理论叫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不是马克思理论，是马克思以前旧普鲁士王国那些反动容克地主的理论。他们主要的目的是，他们有实际上政治目的，他们政治目的是为了反对汉堡的商人和那些自由资本家的力量，就是叔本华他爸爸他爷爷那些万恶的精英派的力量。顺便说句，叔本华的其实也不是纯粹哲学，跟政治很有关系。他爸爸他爷爷是自由式德国北海沿那些自由式狂热的精英派分子。自从普鲁士军队占领了他的伟大家园，使他的辉格党的理想惨遭失败以后，他宁可付出金钱上极大的损失，也要离开普鲁士的占领区，以表示伯伊舒奇不死周黎的伟大诚意。这是德国自由派代表西部和北部的利益，而普鲁士的传统之下，普鲁士传统是一个东欧国家，它是依靠容克地主贵族，跟波兰贵族很相似，一支地主土豪的力量，跟西部莱茵河沿岸的工业家和北海沿岸的商业家是气质不合的。但是拿破仑战争的结果把普鲁士领土放到西部，使西部的很多地方算在普鲁士领地之内，使西部自由派资产阶级和东部的容克地主在同一个普鲁士王国的政治框架内互相掐了起来。西部的商业家自然而然的会应用英国的理论，而东部的贵族地主原先是没有任何理论的，但是在对换也拿出理论以后，他们不得不摸着脑袋制造一些理论。这种理论就是后来李斯特国民经济学理论的前篇，因为李斯特理论也不是凭借里面起来的，它有它的阶级根源。这套理论是这样的，就是自由主义的理论，请注意，这套理论现在有很多部分被左派反全球化理论接纳了，尽管它的原先是当时19世纪上欧洲的极右派。英国辉格党组织的低关税全球化之类理论是英国工业资本家吞并全球，利用英国工业优势打倒旧欧洲土豪的阴谋，特别是打倒普鲁士容克地主、法兰西贵族。如果你们上了英国的当，你们的工业远不是英国的发达，你们撤出了你们的关税之类的，让英国商品在欧洲横冲直撞，你们的经济就毁了。你们不要以为多赚了些钱，买到更便宜商品就很难便宜。须知在这个过程中间，过去作为国家基干力量英勇的圣路易的法兰西贵族打遍东欧的容克地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要破产了。你不要说是这些贵族和地主在社会中是不到5%的极少数，要知道他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没有法兰西贵族，他还能是法兰西吗？没有容克地主，哪里还有普鲁士？普鲁士就是容克地主，没有容克地主，普鲁士就自动瓦解了。莱茵河沿岸的商业家和工业家会维护普鲁士王国的传统吗？他们会维护德意志的伟大吗？不会的，他们会拜倒在英国人脚下，把整个中欧变成英国的经济殖民地，变成英国人的跟屁虫。普鲁士的伟大和光荣，霍亨斯道夫家族的伟大传统，神圣罗马帝国的伟大传统，乃至于欧洲的比浅薄的英国人、拿破仑鄙视的店小二的英国人深厚的多的文化基础，都要随着我们一起完蛋的。这些事情是你们能够容忍的吗？不要以为经济是经济。在当时，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国民经济这个词还没有出现，但是他们讲的已经是后来国民经济的概念了，内容是一样的。当时马克思所抄袭的那位人兄的蓝本叫做劳里斯特，他是李斯特的众多的很不重要的前驱之一，但是基本上的思维方法就是这个。然后经过马克思这样子折腾，马克思从相反方向来运用它，人家是从保守派的方式来反对自由主义，他很机智的头足颠倒一下，就像他公开承认他把黑格尔哲学头足颠倒一下。生吞活剥黑格尔哲学，按照宋代古诗人的说法，就是寻扯。当时西昆派的诗人是最喜欢李商隐的，于是就把李商隐的才来反反复复扯下。然后当时就有一位喜剧演员在汴京的宫廷演说的时候，半夜某一位诗人在皇帝面前演说的时候，他说：“我是李商隐。”皇帝和观众问他：“你怎么衣冠不整呀？帽子也没戴，衣服也没穿起来？”他说：“对不起啊，我的衣服帽子都让您老人家的御前诗人抢去了，他们拿来穿在我自己身上，所以我衣服帽子都没有了。”这个马克思运用黑格尔技术，运用保守派经济学技术，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他运用黑格尔技术的时候，因为他很年轻，还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粉丝，所以他很诚实说这就是黑格尔东西。然后现在他已经有了一点点名气，所以他很自私的隐瞒他的市场来源，他说这是他自己的东西。但是方法跟运用黑格尔是一样的，他是投诸倒置，投诸倒置这一下，保守派的国民经济学就变成了社会主义经济学的重要
核心的源泉之一。他们当然有一个共同的源泉，他们都是要反对非革党人和自由主义者的，只是反对方向相反。本来激进派工人运动反对资本主义是找不出像样的理论，所以被广大社会公众普遍认为你们就是蛮不讲理，纯粹就是蛮不讲理。什么路德运动，你们去砸人家机器，这不是迫害分子是什么？机器让我们失业，我们拿出李嘉图和亚当·斯密著作来证明你们简直是一帮傻瓜。机器扩大了国民经济，创造更多就业，好不好？你们就是只看局部，不看整体，你们傻瓜，你们没理。所以为了赢得社会公众支持，我们当然也要有一点像不像样的理论。这个理论通过马克思的手从保守派来引进的，反对自由贸易。保守派认为自由贸易是干什么的？万恶的英国工业家和英国商人想要摧毁我所谓的欧洲土豪，乃至全线土豪，使英国资本主义统治全球，使这些欧洲国家在失去土豪和凝结合以后，变成一盘散沙的废拉，再也形成不成民族的主心骨。他们会觉得像现在所谓的小确幸一样，当英国人走过有什么不好？吃香的喝辣的。当容克地主有什么好的？整天智慧备马备枪出去打仗，动不动就要死在战场上。当英国人的附庸，我们又不用死在战场上，又有很漂亮的洋货可以用，干活又很轻松，赚钱又多。但是这样伟大德意志就没有了吗？你们这样搞下去，你们不就变成了虽然尼采还没有出生，但是你们已经是尼采所谓的最后之人了啊！多可怕！像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毛他们说的，这样应该还不如把我们的国家交给日本人来保护，我们自己去做生意就行了。当时德国军官如果看到现在德国这个样子，一定会气炸了会，因为现在德国实际上他们最坏的一点只是没有请日本人保护，有美国人保护，我们全都去过安逸日子去。就像这样的话，怎么对得起我们贵族军官几百年的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啊？好吧，英国人是使你们退化的，是解构你们原有社会结构的罪魁祸首。然后在马克思这里，他翻一个边，90%的话他照抄一遍。英国资本主义为了自己利益，让他们的商品通过自由贸易和全球化席卷全世界，以革命性的方式。但是这一次不是摧毁万恶的容克地主，因为万恶的容克地主也是我们激进派敌人，而是使我们不发达国家，因为当时德国就是第三世界国家，跟现在的印度是一样的，而是使我们的工人阶级受到英国资本家的剥削，撕碎了我们的工人阶级在过去在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下受到那些保护，撕碎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使大家变得唯利是图。请注意，大家从讲道义、讲契约人变成唯利是图的短期交易，这个话可是普鲁士国王的台词。普鲁士国王反对宪法的时候，他什么台词？宪法的支持者，什么是宪法？宪法者契约也，宪法者君民契约也，是国王和臣民的契约。请问你什么时候见过爸爸和儿子订契约的？难道说是爸爸和儿子没有订契约，爸爸就不爱儿子了吗？老板和工人倒是订了契约了，老板爱工人能够超过爸爸爱儿子吗？老板和工人订了3年的合同，3年以后你饿死在街头，老板也不管。父亲能够这样对付儿子吗？我们普鲁士国王国自古以来，君人臣忠。我们是父子一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可比英国那种唯利是图的君臣签署契约的关系道德要高得很多哟。英国人之所以君臣要签署契约，那是因为他们道德已经降低到店小二的水平了，所以他们不签署一个契约，生怕自己吃亏。请问父亲害怕儿子吃了他的饭让他吃亏了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普鲁士国王会害怕我们的臣民占了我国王的便宜吗？老天，你们要把我们普鲁士国王变成像英国国王这样唯利是图、生怕臣民占我便宜的人吗？如果是这样，大家都相互算计的话，我们普鲁士人还能有什么战斗力？我们普鲁士人的传统精神上哪去了？我们温情脉脉的面纱被万恶的英国资本家撕碎了，不能这样。然后马克思从相反方向一说，英国资本家撕碎我们温情脉脉的面纱，使我们的工人不像在以前的封建主义之下有行会的保护，现在动不动就要失业了。你不要看他工资高了，工资高他很容易失业呀。以前在中世纪封建主义的行会之下，劳动管制，所有的比较体面的行会，就像现在的医师一样，医师协会、鞋匠工会、手艺人工会、皮匠工会，各种各样的工会，这些工会实行劳动管制。你不去拜师学艺的话，你不能像是自由资本家组织这样，劳动自由，我高兴开什么店就开什么店，你凭什么管我？这是不行的。你不拜师傅，你不能开店。如果胆敢自己开店的话，本屠宰行会会组织本屠宰行会的屠夫武装起来，把你的肉铺给砸了。然后自由主义者最讨厌这种东西，你们这是在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好不好？
好，这马克思说，你们这样一来，工人阶级就没有保障了。工人阶级在自由资本主义的剥削之下，陷入了水深火热、没有安全保障的地步。现在怎么办？只有我们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工会跟行会是一个产，在所有欧洲眼里，工会跟行会是这样产。但是我们的行会现在是革命的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工会了。我们要剩下的15000多个省略了，因为剩下台词现在全世界，无论有左派右派都已经非常清楚了。但是我们要注意这里面的干货，就是说让人看起来好像很有道理、很有学问，能够揭示社会那部分，其实是保守派用来反对自由派的。然后在马克思手里面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反对自由派的东西。然后直到现在。以后的200年，全现的社会主义者反对自由资本主义用的都是同一套台词，很少有人知道这套台词是普鲁士容克地主用来反对英国资本家的。这是马克思剥李商隐帽子，按照宋朝诗人说法，宋朝小丑的说法，剥李商隐的帽子，扒李商隐衣服的第一阶段，这也是他扒了德国保守派、普鲁士保守派的衣服。当然。这样子，他就像所有知识分子，包括我本人一样，他实现了精神胜利法，证明德国的革命的失败是因为领导德国革命的激进派、自由派没出息、没水平造成的。如果他们像我老人家一样有水平、有出息，他们是不会失败的。然后这样子，他的粉丝量就立刻暴涨了。很多对德国现状不满，然后又看到革命失败的人，就觉得这样子说不定有点道理。我们要不要扶一扶他，混一混他？于是他就有了很多粉丝。然后下一阶段，他就跑到比利时去开始办报的。于是。他就变成一个重要的舆论领袖了。以前他在政治上什么也不是，然后他现在在政治上有了一点分量了，然后他就跑到比利时去了。比利时是一个法语国家，传统上是为法国马首是瞻的，而法国的流亡者、失败的总是跑到比利时来的，因此他一到了比利时开始办报，就自然而然卷入了法国流亡者和法国政治的纠纷。1848年革命以后。法国政治纠纷是这个样子的：法国激进派随着第二共和国倒台了，法国天主教保守派赢得了议会的选举胜利，以秩序党的名义，包括维克多·吕克在内秩序党的名义，建立一个保守派的共和国。然后政治上，拿破仑第三发动了一场政治上的逆袭，他把波拿巴家族的势力和左派势力结合起来。在右派跟工人和社会主义的激进派结下仇，而左派激进派又提不出有效候选人的情况下，他把波拿巴派君主制和左派激进派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提出人民帝国的口号。他的发明了一个神话，就是你们资本家，特别是7月王朝路易菲利普的自由主义者王朝建立起来，自由资本家是不爱人民的。当然保守派的正统君主制，波旁家族的支持者也是只爱贵族的。波旁家族正统派只爱贵族，自由资本家只爱有钱人。那么占绝大多数穷人呢？拿破仑皇帝是你们的保护者，就像小说《红与黑》那样，希望出人头地的穷青年，像余年这样的穷青年，他们在保守派教会找不到出路，在贵族找不到出路，各种找不到出路。他们崇拜什么？他们崇拜拿破仑。拿破仑威震欧洲，1年之内就能把上尉变成将军。想要上进的穷青年做梦都希望拿破仑回来，在他们心目中，法兰西人是战无不胜的。只是现在的资产阶级政府让英国人和俄国人吓破胆，不敢发动战争。只要发动战争的话，我们法国一定是能赢的。广大穷青年、小资产阶级穷青年都有出人头地的机会。因此，热爱拿破仑神话就变成了小资产阶级穷人社会里面的一个普遍现象。然后，拿破仑3是利用他们，把左派的选票、拿破仑派的选票和天主教农民的选票都接到自己手里面，一举打败了似乎战无不胜的天主教右派，当上了总统，然后发动政变。又以非复普选制为号召，实现了一个左派和右派的神奇联盟，把保守派的稳健右派的共和国给整个给打垮了，自己当上皇帝。然后除了拿破仑以外，在1848年到1851年这短短的3年之内，每一个人每一派都成功的执政了几个月，然后就迅速的下台。这些激进社会主义者、激进自由主义者、激进民主主义者、波旁正统派、天主教正统派、秩序党人、保守共和派，都一股脑的像维克多·雨果本人一样收拾起行李，从巴黎逃往布鲁塞尔。于是布鲁塞尔变成了1848年法兰西国民工会四分子3议员和四分子3政治流派的一个俱乐部。于是大家在论坛上就可以吵得很热闹了。于是马克思是不甘寂寞，就加入这场横潮。他是
德国激进派和正在产生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领袖，正想打倒那些中古风十分浓厚、理论资源不是很丰富的拉萨尔派和德国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又觉得有必要卷入法国激进派和法国社会主义的纠纷，于是就写出了盖世名文路易·波拉巴的5月18日，用他的理论来分析法国这些政治变化的根据。这个理论就是后来红卫兵砸烂一切国家机器，列宁用民警来取代警察或者诸如此类实行群众审判理论的源泉，也是巴黎公社那一套复配到巴黎公社那套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反对拿破仑的官僚国家。拿破仑的官僚国家作为分散的法国小农的代表，使意志国家的法兰西得以整合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法兰西2/3的人口是信奉天主教的小农。小农在失去贵族以后，他们彼此分散，他们没有共产领袖。用马克思的比喻来说，是一代马铃薯，因此他们不能形成自组织，只能自上而下的组合起来。因此，拿破仑通过这种方式，利用波拉巴主义，用官僚机构把他们组织起来，实现了官僚国家，使得保王党人和自由派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全都落空了。当然，这是一方面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怎么办？路易·伯朗是怎么失败的？拉马蒂是怎么失败的？你们这些法国激进党人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在以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已经不堪一击情况下，怎样被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小拿破仑一天就给做到了？让我来告诉你们，你们跟1848年德国革命领导人一样，你们的毛病就在没有学问，没有接受我这位伟大国师的领导。我来给你分析一下，我用我刚才的理论给你分析一下，你现在看出你们从英国自由主义者和英国社会主义者接受的那套理论是多么的浅薄啊！你们相信万恶的历史进步？什么历史进步？就是说保王党人垮了以后就该资产阶级上台，资产阶级上台以后社会主义者不就该上台了吗？你们没有想到横插一杠，还有这个通过官僚国家机器来组合广大天主教农民这个组织方式，这个组织方式横差到把你们杀败了。现在我告诉你们，你们只能采取更激进办法，砸烂官僚国家，你们才有反攻倒算的机会。那么这套理论的依据在哪里呢？这套理论是所谓的白色雅各宾党的理论，就是雨果和巴尔扎克小说里面朱安党人的理论。他们理论是什么样呢？就是雅各宾党之所以能够杀掉国王，为什么呢？是因为国王背叛了封建制度，国王、贵族、教士、人民是一个连接紧密的有机共同体，他们是有普鲁士国王和他臣民那种有机性的关系，不是契约、盛世契约那种大家是一家人，我是大家长那种关系。自从万恶的路易14开始搞绝对君主制以后，更不要说万恶的路易16开始搞立宪君主制以后，这些冷冰冰的资产阶级篡夺了王权，作为天主教正统君主，作为基督在城市的代理人，用爱和关怀温暖最穷苦的百姓的心，使最穷苦的百姓在危难和困厄之中都知道国王圣路易是会为他们主持公道，为他们带来爱和关怀，这种传统的感情被拆散了，把贵族弄到凡尔赛去，使贵族和他的人民永远隔离，使他在乡野基层失去了力量，跟教皇翻脸，把教会变成了国王代理人的机构，使教会丧失了传统上讲作为穷人保护者的职能。最后弑君者来的时候，国王、贵族、教会都孤立无援了。只有在安鲁、旺代这样的地方，中世纪遗产仍然在的地方，教会仍然是穷人的保护者，国王仍然是有机共同人领袖。如果我们不复辟中世纪的话，你们注定还要遭到万恶的共和派的下一次打击。但是你们不肯这么做，你们从路易18本人开始迷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以为英国人能够避免暴力革命，我们就要宪法，要宪法，要议会，要议会，以为议会能够疏解民怨，而你们得到的只是下一轮革命，下一轮革命，下一轮革命，更加激进的革命，由激进党的革命到社会主义的革命。社会主义者凭什么抓住人民？是因为你们抛弃了人民，这就是所谓的白色雅各宾主义。当然，最坏就是官僚主义。官僚是拿工资办事的绝对中立的代理人，他们不属于任何一党，他们比雅各宾党还要坏。雅各宾党虽然是坏人，杀了国王，但是他们还是人，只是坏人，而官僚不是人，官僚只是机器人。官僚制度来收拾雅各宾主义人留下的这个可怕的烂摊子，意味着人已经不再是人了，有血有肉的有机共同体最终已经变成了机器人的社会，机器人社会是注定要灭亡的。基督教文明就要在你们这批万恶的机器人崇拜的时候完蛋了，好吧？
然后这套理论是极端反动的，是法国议会3/4的党派都觉得你要把我们像伏尔泰说的，然后带着我们回去吃生肉，这些反动派提出来的。但是马克思把他们的帽子和衣服剥了一圈以后，重新包装以后，立刻就变成了最激进的理论。然后我不用解释社会主义者是怎样对待官僚主义，我刚才已经解释过了。你很难看得出这些理论原先设计的目的和它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要恢复圣路易的封建君主制。马克思把它引向另外一个方面，砸烂官僚制度不是为了恢复有血有肉、大家亲如一家的有机的封建君主制，而是为了实现所有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个模糊含混的、这个无限解放、无限解构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是一种狂欢节文化，像希腊酒神节那样，任何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那种社会。这种社会按道理说是很快就会在无政府主义的残杀和血腥当中结束，然后在现实政治中不可避免变成新一轮专制。列宁最后就走了这一步，在这种无政府主义在10月革命以后短暂释放出来以后，他发现尽管警察变成民意，其中列宁的民意最初也就是根据马克思这种理论制造出来的，就是说砸烂官僚机构、沙皇和临时政府的官办的经过技术训练民意以后，什么人是警察的？人人都可以当警察。就是说我可以吊死任何人。现在我是一个工人，我可以说我是民警，我要吊死接出来的资本家，因为我现在我是警察了。而且他们确实吊死很多资本家以及很多并非资本家的人，就照美国人说话就叫使用私刑，简直是万恶不道。但是大家都这么干，当然这种情况另一个反作用就是你也很可能被吊死，因为别人也认为他是民警，我是人民警察。人民警察跟正规警察什么不同呢？正规警察、资产阶级警察要按法律办事，人民警察按照人民利益办事。什么是人民警察的利益？就是我说什么是人民利益，就什么是人民利益。我要吊死你，我是人民警察。你也要吊死我，因为你也是人民警察。大家相互吊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列宁发现只有依靠一个在马克思主义本身没有依据的东西，就是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在领导了。为了避免社会完全失控，以及在我吊死很多人以后，为了保证我老人家自己不被其他人吊死，我只有说什么人才是真正人民警察呢？只有党委领导人民警察是真人民警察，其他凡是拒绝接受党委领导人民警察，他们都是坏人，是白卫军，是资产阶级，是混进人民内部的流氓无产者。总之，要民意总是可以的，反正你不接受党委的领导，你就不是真人民警察。真人民警察建立标准是党委的领导。好，这套列宁主义的原则被事实证明是唯一可以站得住脚的马克思主义。只有这种马克思主义才能够实际实施统治。马克思本人讲的这种马克思主义和非列宁主义的所有马克思主义都只能在血腥中结束，然后被右派军事集团专制夺权什么的。只有列宁主义才能站得住脚。他用党委代替来填补这个秩序真空，党委无所不能。当然，这样一个党委领导的民意就完全失去了马克思所谓的民意的意义。它当然不是人民自己产生出来的民意，而是另一个官僚机构，只不过这个官僚机构现在叫共产党任命的民意，而且共产党享有专制权利，不要说比临时政府了，比沙皇还要大几十倍。于是，列宁主义到底算是极左还是极右，这就变成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至今都没有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它是能够站住脚的，而且这个种子在马克思本人身上就已经播下了。马克思是怎样运用极右派理论来打击温和自由主义者和中左派社会主义者，这是他的秘传心法。这个心法大多数欧洲社会主义者都不知道，所以从他的种子产生出列宁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当然，马克思在比利时这样折出来一阵子以后，话说得很响，在理论上证明是一贯正确，但在政治上还是失败的。他折腾了几下，被比利时政府上门来很有礼貌说我们不欢迎你。于是他只有逃到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就是英国去做他流亡的最后一个阶段。到了英国，他把他的扯衣服战术发展到最后阶段，就是我们所知资本论。因为牵涉面比较广，所以他这一次扯的衣服是从哪来的，很多欧洲社会主义都是知道的。前面那2个阶段就是从德国保守派和法国保守派来扯来的衣服，知道的人是不多的。这一次他从李嘉图劳动价值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扯的衣服变成了资本论，这个故事我就不详细讲了，因为这一点大多数马克思主义都知道的。因此大多数人都承认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黑格主义投诸倒置的方式，又把资产阶级经济学耍了一层。理论依据就是说，有技术含量需要运用数学那一部分是李嘉图他们搞出来的，政治方向那一部分由马克思颠倒了一下，指向人家本来打算保卫那一个方向。这个很像是日本柔道了，就是说敌人提供力量，你负责改变力量的方向。理论
需要动脑筋建构一些理论，由资产阶级反动派负责提供，然后马克思负责把这些理论支持和打击的方向颠倒一方，就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谓的劳动价值论。劳动价值论它也是有渊源的，它也是保守派传出来的，它是中世纪像托马斯·阿克拉多总结一些中世纪教会经济学家总结出来的。之所以讲劳动价值论，有一个现实的逻辑，就是说犹太人是剥削者，犹太人是金融家，犹太人不劳而获，用高利贷赚了很多钱，而我们基督徒是劳动者，我们是农民、手工业者，我们是干活的。我们要说，我们基督徒的劳动才是真正创造价值的，一切价值来源都是劳动。当然，也就是暗示说，教会和君主屡次打击的犹太人，他们的金融把戏是不劳而获的剥削者。所以，我们基督徒迫害犹太人，我们不是在迫害犹太人，我们这是反对剥削。这些理论最后在李嘉图的变成总结成为一个系统的劳动价值论，然后马克思反过来用这套劳动价值论，把原先用来打击犹太人的理论用来打击资本家。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这就是意味着交易成本为零。按照现代经济学来，这是纯属胡说八道。现代经济学主要部分就是交易成本，但是它产生出来一套体系。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年代很近，但是我们要注意，现代经济学是马尔萨斯的后裔，所有的现代经济学学派都是马尔萨斯的后裔。李嘉图经济学只有一个后裔，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然后它就像一棵枯枝一样，在马克思以后不再有新的后裔产生。而马尔萨斯经济学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新的分支，像是两棵树一样，一棵树不断分支到其他地方，另一棵树就渐渐枯死，始终保持原状。自从马克思以后就没有了。马克思代表劳动价值论的极端，是中世纪修道院通过李嘉图产生那个经济学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发展到这一步后就发展不下去了，因为一种以事先强调交易成本为零的经济只能依靠武力来执行，因为没有任何人有动机去生产任何东西。无论如何，到这一步为止，他的经济学理论制造出来，这个经济学理论不完备，因为《资本论》写到第2卷和第3卷写不下去了，不是因为没有时间，而是他内在的逻辑上矛盾，他没法写下去了。后来恩格斯补齐的第2卷和第3卷直接产生全是笔记，而且至今为止，马克思主义者当中水平最高就是19世纪末叶那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始终没有能把它补齐。苏联列宁主义者更不要说中国这些水平从来没有达到过德国当年高度，也永远也补不齐。但是无论如何，你可以说马克思主义这个礼品盒，它里面套的东西，这几个互不连贯的部分，分别来自于德国保守派、法国保守派和英国保守派的东西，大体上齐备了。此外，他在英国待了很长时间，他还除了这个主要部分，他还从英国保守派那里搞了很多零零星星的，主要是为了反对当权的菲格派那些稀奇古怪的，在英国也被称之为是怪人诸如此类理论。这些理论严格说来，按现在标准来看，其实是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但是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间占的地位不算很重要，主要用途是为了使马克思在英国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流亡者的内部斗争中论证为什么拉丁人和斯拉夫人通通不行，以英国人和德国人为代表的先进日耳曼人领导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两者之中，德国人又更科学一些，所以最好是由马克思本人，特别通过他的女儿、女婿之类的来领导你们。翻译出来其实就这个意思。但是高级杂文跟低级杂文是不一样的，就是说是你要经过好一套弯弯绕，你能看出他本来的意思。他最后的意思就是这个，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整个过程。再见。